体质是指人体秉承先天遗传，受后天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功能和形态上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不同的人体质各不相同，人们需要清楚自身的体质类型，才能运用中医手段，从饮食、生活起居、精神、药物、经络等方面进行养生，达到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在《黄帝内经·灵枢·阴阳25人》中便根据人的形体、肤色、意志强弱、性格静躁以及对季节气候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人的体质分为了金、木、水、火、土5大类型。可以说，这是传统医学对人体体质的最早分类。具体来说，这5大类型的体质分别具有以下特征：金型体质人，皮肤白皙，身量较轻，这类体质的人办事果刚，不拖泥带水，也就是俗称的外柔内刚。木型体质人的人喜欢想东想西，这类人一般较有才气，但是不耐秋冬，只要一到秋冬就容易生病。水型体质人，皮肤黝黑，特别爱流汗，在春季和夏季的时候总是容易生病。火型体质人，一般皮肤易红，脾气暴躁，容易情绪化，跟木型体质人一样，在秋冬比较容易生病。土型体质人性子沉静，脾气温和，让旁人觉得老实。与木、火体质相反，土型体质人在春夏比较容易生病。所谓体质，就是指机体素质，是指人体秉承先天遗传，受后天多种因素影响所形成的与自然、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功能和形态上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它反映机体内阴阳运动形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由脏腑盛衰所决定，并以气血为基础。体质的形成主要关系到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2个方面，并与性别、年龄、地理等因素有关。在体质形成过程中，先天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先天因素又称禀赋，是指小儿出生以前在母体内所禀受的一切特征。中医学所说的先天因素，既包括父母双方所赋予的遗传性，又包括子代在母体内发育过程中的营养状态，以及母体在此期间所给予的种种影响。同时，复方的元气盛衰、营养状况、生活方式、精神因素等也会影响到子代禀赋的强弱。但是，先天因素、遗传性状只对体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体质强弱的现实性则有赖于后天环境、营养和身体锻炼等。人的体质在一生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后天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化着的。良好的生活环境、合理的饮食起居、稳定的心理情绪，可以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反之则会使体质衰弱，甚至导致疾病。随着人类物质生活及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于健康与长寿的要求变得日益迫切。因此，如何保养一生的体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心的课题。改善后天体质形成的条件，可以弥补先天禀赋之不足，从而达到以后天养先天，使弱者变强而强者更强的目的。饮食方面，饮食营养是决定体质强弱的重要因素。合理的膳食结构、科学的饮食习惯、保持适当的营养水平，对维护和增强体质有很大影响。所以，应注意饮食均衡，勿偏食偏嗜。劳动的性质和条件对人们的体质强弱有着深刻的影响。劳动一般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2大类。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关系也越来越密不可分。最关键的在于劳逸结合。
年龄也是影响体质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体的结构、功能与代谢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规律性的变化。这里应当强调2个环节：一是青春期，二是更年期。性别方面，因男女体格、生理构造等方面的差异，对各种体质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除此之外，影响人们体质的还有地理环境和心理等因素。这部分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的内容讲解。2009年4月9日，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将体质分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9个类型。这是经中医临床专家、流行病学专家、体质专家多次论证而建立的体质辨识的标准化工具。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是我国第一部指导和规范中医体质研究及应用的文件，旨在为体质辨识及与中医体质相关疾病的防治、养生保健、健康管理提供依据，使体质分类科学化、规范化。现在让我们看一看自己属于哪种体质吧。首先是平和体质。平和体质是一种以体态适中、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脏腑功能状态强健壮实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态，又称为平和质。平和体质中男性多于女性，而且年龄越大，平和体质的人越少。气虚体质和阳虚体质比较相近，从性质上来说，属于虚性体质。气虚体质的人相对五脏来说，肺脏功能和脾脏功能弱，肌肉松软，声音低，易出汗，易累，易感冒，但它最主要是反映在脏腑功能的低下。阳虚体质多因先天禀赋不足，加之寒邪外侵或过食寒凉之品，忧思过急，房事不节，久病而成。面色苍白，气息微弱，体倦视卧，舌淡胖嫩边有齿痕，脉沉微无力，体内阳气不足，阳消阴长，阴寒之气偏盛而生里寒。阴虚体质多因燥热之邪外侵，过食温燥之品，忧思过度，房事不节，久病之后而发病。阴虚之人形体消瘦，两拳潮红，潮热盗汗，心烦易怒，口干，头发皮肤干枯，舌干红，少苔，甚至光滑无苔。脏腑功能失调时，易出现体内阴液不足，阴虚生内热。痰湿体质的痰，并非只指一般概念中的痰，而是指人体津液的异常积留。湿分为内湿和外湿，外湿指空气、环境，如淋雨、居处潮湿等；内湿是指消化系统运作失宜，对水在体内的流动失控，以致津液停聚，或因饮食水分过多，或因饮酒、乳酪、生冷饮料，而使体内津液聚停而形成内湿。痰湿体质者多伴有脾胃功能失调、内分泌失调等。所谓热，则是一种热象，而湿热中的热是与湿同时存在的，或因夏秋季节天热湿重，湿与热合并入侵人体，或因湿久留不除而化热，或因阳热体质而使湿从阳化热。因此湿热之人肢体沉重，舌苔黄腻，脉数，面垢油光，多有痤疮粉刺等。
血瘀体质是一出现体内血液运行不畅或内出血不能消散而成淤血内阻的体质，多因七情不畅、寒冷侵袭、年老体虚、久病未愈等病因而发病，常随淤血阻滞脏腑经络部位不同而出现不同的症状。气郁体质是由于长期情志不畅、气机郁滞而形成的，以性格内向不稳定、忧郁脆弱、敏感多疑为主要表现的体质，长期压力过大、思虑过度，性格多孤僻内向，易多愁善感，气量较狭小。气郁体质者的发病以肝为主，兼及心、胃、大肠、小肠。特禀体质又称特禀型生理缺陷、过敏，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和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特殊状态的体质，主要包括过敏体质、遗传病体质、胎传体质等。特禀体质的人会出现打喷嚏、流清涕等症状，是因为胃气虚损不能抵御外邪所致，其成因与先天禀赋不足、遗传因素、环境因素、药物因素等密切相关。在中医养生学里，处处体现着阴阳的思想，不仅用阴阳思想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还用阴阳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指导人的养生保健。中医把所有的疾病都分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这叫八纲辩证，实际上就是分阴阳。所谓阴症，指舌淡、气短懒言、口不渴、面色暗淡、脉沉细无力、精神萎靡、身倦肢冷、尿清便溏。所谓阳症，指苔黄、脉数有力、神烦气粗、声大多言、口渴饮冷、面红身热、尿赤便干。根据《黄帝内经》，从阴阳角度划分我们的体质，主要有三类：一类体质是偏阴的，一类是偏阳的，还有一类是既不偏阴也不偏阳的阴阳平和体质。区别是偏阳还是偏阴，关键要看这个人的体质特征是偏热还是偏寒。偏热是偏阳体质，偏寒是偏阴体质。偏阳体质的人往往偏热、偏燥、偏动、偏亢奋，其中偏热是最重要、最明显的，即体温较正常偏高，怕热，喜欢喝冷水。这类人阳盛了，阴往往就不够，所以易患阳亢的热性病，如大便干燥、易上火、头晕、失眠、心悸、心慌等等。平时就应该多动少静，避免操劳过度、思虑不节、纵欲失精，否则很容易发展演化为临床常见的阳亢、阴虚、痰火等。偏阴体质的人往往偏寒、偏湿、偏静、偏低沉，其中偏寒、怕冷是最主要的特征。这类人阳气偏弱，意指阳气不足，脏腑功能偏弱，水湿内生，从而发展为临床常见的阳虚、痰湿、痰饮等。体质对疾病发生的根本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影响到疾病是否发生，一是影响到所发生疾病的性质，也就是症候。不同的个体虽然感受同一病邪，也可能发生不同性质的疾病，这也是由体质类型所决定的。为了说明不同体质类型对所发生疾病的性质的影响，中医学提出了一个质化的理论。名医张虚谷在《外感温热篇》注中说，六气之邪有阴阳不同，其伤人也，又随人身之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意思是说，不管感受何种病邪，都有一个随着体质偏轻的性质而转化的趋向。也就是说，体质的因素实际上是诱导症候形成的主导因素。疾病的发展倾向也是由体质因素所决定的。体质相对较强者，正气能够胜邪，疾病将逐步好转痊愈；体质相对较弱者，正气不能胜邪，邪气若乘势深入，疾病将变得复杂难疗，愈后不佳。人之体质阴阳强弱与患病情况有很大关系。人的形体有胖瘦，体质有强弱，腑脏有偏寒偏热的不同。
所收的病邪也都根据每人的体质、脏腑之寒热而各不相同，或成为虚症，或成为实症，或成为寒症，或成为热症。就好比水与火，水多了火就会灭，火成了则水就会干枯，事物总是根据充盛一方的转化而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体质偏爱不同的疾病。阴虚阳盛体质多形体偏瘦，肤色显得苍劲，底气较足，虽进食不多，却能胜任劳作。患病多为热性，常易有火，治疗是需用滋阴清火药物，但也有阳旺阴弱之人，宜先辅阳，而后滋阴。阴阳俱盛体质，除上面阳旺表现外，还阴间身体丰满，肌肉厚实，进食偏多，平时很少生病。若患病常常较重，由于病邪积累已经深，治疗需用重药，而且寒热之药俱能接受。阴盛阳虚体质，形体丰满，肤色较白，皮肤娇嫩，肌肉松弛，进食虽多，易变化为痰涎。如果目有神采，尚且无妨；如目无神采，就要注意，有的未到中年即得中风之病。患病虽热象，用药则不可过寒，以防更伤其阳。阴阳俱弱体质有上述阳虚症状，还兼有形体偏瘦，饮食不多。倘目有神采，耳郭肉厚端正，为先天禀赋较强，头脑聪明；若目无神采，脑筋混沌，身体糟糕。凡阴阳俱弱体质，虽病患多，却不太重，服药也不能耐受大补、大泻、大寒、大热之药，只适宜和平之药，缓慢调养。